前几支视频有小伙伴留言说我的体脂率变低了，你们这个个眼睛都5.3，这么一丢丢变化也能被你们察觉。其实主要是过完年加上疫情的原因啊，天天宅在家各种吃，完了还没地儿训练。只能在家练练自重和弹力绳。那最近各地健身房不都又复工了吗？趁机恢复训练，再减减脂。毕竟这还是一个健身频道，我还是得以身作则，带个好头嘛。一方面是长达1个多月的这个训练量骤降所以肌肉和力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一期有讲到过。所以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慢慢恢复到之前的训练强度和训练容量，大概花费了我2到3周的时间。当然，只有这一步是无法让我顺利摆脱过年期间增长的体脂的，但是该过程能让我逐步恢复到停练之前的这个基础代谢率。那么，如果我想更效率的减脂的话，较高的基础代谢率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能让我每天额外燃烧更多的热量。其次，就是我额外增加了一次晨间的有氧，闹钟比以前调早了40分钟。起床第一件事，2力左旋，然后就开始空腹有氧，方式是爬楼梯，因为没有人嘛。相比起跑步，我更喜欢这类滑关节的动作，速度不用太快我将自己的心率控制在130到140左右的区间我们总共是20层，上下6到10趟，到顶了坐电梯再下楼。当然进电梯别忘了戴口罩哦。对了，每次到1楼出电梯的时候可以多一手按个顶楼，然后你下次到顶的时候电梯就在那等你了，大大缩短这个休息时间，前提是不要影响到他人的使用我这个时候因为比较早，基本上还没有什么人。此外，逐渐回归到正常的饮食同样非常重要。何为正常？当然不是报复性的砍掉一段热量，然后饿得自己天天没力气训练，脑袋经常短路，长此以往。记住任何一个身材好人都不会傻到让自己去节食。当然，如果你认为的好身材是这样的话，那当我没说。我做的只是回归到我正常的饮食及高蛋白、优质的脂肪、优质的碳水，总热量的话我控制在2400大卡左右。因为我额外增加了这个有氧训练，所以不用在饮食上缩减太多的热量。起不来就起不来，不要找什么没时间的借口。你们一般都几点睡几点起？弹幕告诉我，学别人罗老师，时间的刺客，光阴的盗贼，怎么会抽不出时间运动可是臣妾做不到好吧，那我再教你另外一招。估计很多小伙伴以前听到过这个名词，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那么什么是碳水循环法呢？简而言之，就是将时间化为几天一个的小循环每天摄入不等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第1天到第5天分别为高、中、低、低，然后我们再根据碳水的摄入量来匹配自己的训练计划。比如碳水摄入较多的那天进行高强度的力量训练，而碳水摄入较少的那天就进行这个有氧或者作为休息日。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根据自己的训练计划来制定碳水循环计划。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整个过程需要保持较高的蛋白质摄入和适量的脂肪摄入二者并不计入这个循环过程。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长期低碳饮食，不断的制造这个热量赤字，身体会自动降低合成代谢提高分解代谢。说人话就是脂肪会掉，但是肌肉和身体水分也会跟着一块掉，而且这个运动能力也会逐渐下滑。随着肌肉量的减少，基础代谢率也随之而下降，易瘦体质这个时候就成功转型为了易胖体质，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而碳水循环的核心逻辑就是欺骗身体，在身体以为你吃的很少，打算做出这个调整的时候，你又突然拉高了热量摄入，这样一来基础代谢率就能大致保持在一个差不多的水平，同时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也就不会奔向2个极端。此外，在低碳日，因为缩减了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所以身体会额外调用存储的这个脂肪来进行功能，这样的话对于减脂是有积极作用的。其次，较低的碳水摄入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体内糖原转化和胰岛素的敏感性，对于随即而来的这个高碳日和高强度力量训练就能更高效地获得其所需的能量。同时，因为这个胰岛素敏感性的提升，还推动了体内这个合成代谢过程的进行，说白了就是对修复肌肉和维持肌肉量非常有好处。碳水循环的优点很明显，区别于低碳饮食，避免了长期低热量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也就是说，不用天天都遭罪偶尔还可以吃得比较开心一点。这一点和这个欺骗餐和欺骗日特别像，目的是一致的，但是更为细化和精确。碳水循环法还能在这个尽量不降低肌肉量的前提下达到减脂的效果。其三，不会因为吃的太少而没有力气训练或者状态不佳，避免了肌肉量的进一步流失。碳水循环法的缺点，你需要按照预先计划的碳水摄入量
精确的执行啊，每天都在变化，而这个往往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因为偶尔外出聚个餐啊，轰个趴，吃个外卖，计划就被打乱了。当然，如果能自己做饭的话，那是最好。而且碳水循环法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通常较为肥胖的人并不太适合碳水循环来进行减脂，而试图增肌的朋友，那就更没必要采用这个方法了。因为碳水循环的初衷是在尽量维持肌肉量的前提下进行减脂。如果你本身肌肉量训练水平不错的话，同时每周还会有规律的进行多次训练，那么碳水循环就非常适合你进行进一步的降低体脂。很多健美选手在备赛的减脂阶段就会采用这个办法来降低体脂率。但如果你的目标就是想最大化的减体重啊，不用管肌肉量，不用管维度，也不用管这个运动能力的下降，那碳水循环就可能不太适合你了。碳水循环法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严格的实验数据进行支撑，所以大多数还停留在运动员和房间自我经验的一些总结，目前并没有所谓的一套执行标准，并且由于每个人的身体反馈不同，需要一些对自我身体的探索过程。我建议高碳日一个小循环安排1天，以我的体重80到85千克的区间以前我会在高碳日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中碳日在100到150克左右，低碳日的话，我建议不要低于50克碳水，否则大脑和情绪会受到影响。整个小周期的制定标准一共有2个。第一，如果你的循环为6天一个周期，那么如果想要每个周期减掉1斤脂肪的话，就需要这6天内有4500大卡的热量赤字。其二，精神不能受到影响力量不能有明显的降低，如果有的话，那么请适量提高碳水的摄入量。OK， 这期内容就到这，大家帮忙多多点赞、评论、分享。喜欢我内容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和订阅，这里是 Eric 的内容。